欢迎关心新闻大白话，我是龙泽。再来看到，像川普当选之后呢，波音是不是惨了？现在马斯克的 SpaceX 受到重要，我们就先来看啊，这个女太空人哦，暴瘦惨况曝出来，她出任务8天，结果像感觉像8个月一样，瘦成皮包骨，吓坏 NASA。你看原本6月5号是这样的情况，结果9月9号呢拍出这样变成这样，哇，两人简直是判若两人的感觉哦。那今年6月啊，这2名太空人哦，这个到了这个地方去哦，结果呢到了太空站出任务8天哦，结果现在因为技术问题哦，没办法返回地球，预计要滞留到明年2月。那可以看到，目前59岁的这个威廉斯哦，显得非常憔悴，脸颊也瘦了，身材也瘦了，相当明显，瘦到只剩皮包骨了。那现在 NASA 也惊呆了。好，那 NASA 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波音现在传出要融资减债，包括要出售旗下的子公司哦，约60亿美元的子公司现在也要出售了。为什么呢？现在川普当选之后呢，现在包括连波音的最大工会投票，刚接受新的劳资合约结束超过7个星期罢工，为波音恢复生产清除障碍。但他最大的对手是谁呢？就是马斯克。好，我们看到马斯克助选川普呢，现在获得回报，火星计划将介入 NASA 的优先事项。NASA 的这个登陆火星的计划呢，原本就是要让美国太空人重新登月。那现在呢，规模更大远大，要将太空人送到月球之后呢，再登陆火星当做试验场。消息人士指出，川普的太空顾问呢，希望修改这个拜登任内停滞不前的计划。预计川普政府将会更关注火星计划，未来登陆火星肯定会更加仰赖星舰。所以这个马斯克呢，现在紧紧跟着川普。好，那谈到乌克兰局势，乌克兰现在是不是割地要进入倒数阶段呢？因为国安专家点出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一起通话，这是成为乌克兰必须妥协的讯号。美国媒体分析马斯克现在成为美乌关系的关键人物。之前马斯克的态度就是不看好乌克兰。那克里米亚呢？现在已经失去了吗？现在川普的顾问呼吁乌克兰专注和平，而非夺回领土。言下之意呢，就说，是不是投降？赶快投降，和平投降就好了。这样有这样的意味所在。那现在川普的交接团队澄清他的发言不代表川普本人，强调这个顾问呢只是川普竞选团队的承包商而已，不代表川普的立场。好，那现在问题回来了，这个揭露川普的终止的俄乌战计划呢，范斯，这个副总统范斯这个俄国战地变成非军事区。他怎么说范斯在网络节目上呢透露，川普呢终止俄乌战争的做法呢，可能包含将目前俄国的乌东、乌南的占领分为非战事区。所以目前呢，俄乌的分界先保留，这代表什么意思？乌克兰收不回俄国现在占有的领土那难道现在连范斯的说法，川普也要切割了吗？那继续来看到就是川普现在不停所以动作要赶快不停什么呢？因为拜登呢加速军援乌克兰，500多枚的飞弹几周要到位。选前呢，拜登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前交付的这个剩余援助，但选举结果呢，恐怕让这个时间变得更加紧迫。所以接下来几周要将运送超过500枚的拦截飞弹送到乌克兰。不过现在传出说，这个面临重大的后勤库存也有限的问题，所以能不能送到乌克兰到位呢？现在也被打上一个大问号。那乌军前线是不是不太妙了？我看到俄罗斯跟北韩的防务合作协议现在普京已经完成签署立法。那俄国持续推进，加上北韩参战，乌克兰总司令说会面临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好，那现在俄军呢企图占领乌东由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2个地区所组成的顿巴斯省，并且呢在红军进城时呢不断的占领新的村庄。那现在乌克兰的总司令他就说了，随着俄军的推进跟北韩的军队准备加入，乌克兰在战事当中呢面临会越来越多的困难。经济学人也揭露，乌军现在高层揭露，前线的逃兵已经达到20%左右了。乌克兰一名高阶的指挥官承认前线一些最糟糕的地区士气已经崩溃了另一名参谋总部的人消息说，近20%的士兵已经面临到逃兵情形。那征兵率呢，现在也只有达到60%，预期的66%，预估6个月内可能面临人力跟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好，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这个 NASA 的这样情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NASA 也是苦主啦，因为他这个都外包出去了，他那个太空飞船是外包给波音啊。那波音你就看他这么邋遢，对啊，
那我觉得波音就像是现在的美国的一个写照，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它过去是很有辉煌历史啊，这个让全世界都对这个公司很尊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就跟我们过去对美国来讲，我们对美国也是很尊敬的我们觉得对美国来讲也充满憧憬那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光景所以我觉得一点没错，波音就是美国的缩影可是波音问题多严重，你知道吗？波音大部分东西它都外包，它外包它那个有关的那个飞机的软体的部分它外包给印度。那印度事实上那边就乱搞，他把它都给去一些翻译他这个外包的时候他都交给一些没有航太知识的一些工程师去写那个软体，结果很多问题都是软体出来了，软体出问题。像这个737 MAX 2次失事都是怎么样？它的自动控制系统被锁死，飞机是直接从它原来高度直接坠地，两个都一样，好可怕这个不是说舱门掉了，也不是说这个引擎这个熄火了，这是它的内部的自动控制问题。那他们现在也其实查出来也不敢去讲那还有很多一些零件应该用钛金属的，跑到委外给这个印度的厂商的时候，他觉得没必要，他就给你改成另外一种金属。所以这种事情现在查出来，这个层出不穷是。那所以这个波音公司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只是在收烂摊子，不断的过去的作为还不断的在怎么样影响现在的安全表现。所以这个公司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所以才会把一个太空人家8天给人家搞了8个月还回不来，是，对不对？这个让人家现在受他这个能够还要等到2月，还要等到2月，很痛苦的对不对？那一个公司可以干出这种事情，你看美国社会拿他也没怎么办是，上一次美国国会2党听证会把那个波音的董事长这个 CEO 现在讲了半天，发觉这个 CEO 哇口才过人，然后呢讲什么最后他都没责任，他不承认任何事情。后来呢有个众议员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1年的薪水是多少？”他承认了，你猜多少钱？多少钱？$1300万，40亿台币，一年的薪水如果你一个 CEO， 你一个月1年拿40亿台币薪水，你的下面的工人会服气吗？是，他天天在那边做得半死，所以就天天罢工因为他内部的公司整个结构出现问题然后那个 CEO 那个美国众议员就问他说：“你懂什么？看起来你就是懂得跟我们这些华府的这些国会议员还有这些游说公司打交道，是你会把你的波音的这个出的问题，你都可以把它怎么问过是非，靠你一张这个犀利的嘴，把它让你带你过关，这是你最大的价值。”是，所以美国的政治事实上影响到美国的怎么样这些公司的良率所以 CEO 他不是专业，他就是一个会搞政治的一个嘴巴很厉害的人，可是他拿了40亿，真正工程师真正懂这些飞机科技的人在那边苦哈哈，所以他们要罢工嘛，是，所以问题真的很严重。那我觉得俄乌战争现在问题会越严重。我不是说我对这个拜登这个人没信心，我觉得拜登现在会把这个俄乌战争的火烧得更大直接把点更旺。对，因为他不愿意川普变成怎么样带给俄乌和平的这个人，是他会给拜登、川普未来的工作添加难度。这就是美国今天为什么这2个人斗到最后，国家都快斗垮，他还继续斗的原因，就继续斗下去，继续斗下去，全球的局势。好，请教一下厉将军怎么看？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是川普上来以后有没有可能结束俄乌战争？我在那边我认为说是不可能结束战争，不可能为什么呢？虽然说目前来讲，看出来他提出了一些条件，比如说是北约这个乌克兰20年不加入北约，那美国来讲划入缓冲区。现在关键不是你在那边叫我们讲说川普是商人来讲就是漫天喊价嘛，这个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嘛。是，那你现在看，我们就以做生意来讲的话，你认为现在是这场战争现在是普京的市场还是川普的市场？对不对？谁有利谁
这个才有喊价权嘛。那现在我们看这张图好了，各位看一下这张图，现在战况图，大家看一下，我特别注意到，如果红军城被攻下来之后，那扎波罗热已经是俄军攻陷的。那如果说是红军城继续向西攻，直接指向第聂伯罗，然后扎波罗热也向北攻，就打到这个第聂伯罗。第聂伯罗上面大家不要忘了，上面还有一小点的红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哈尔科夫。那是不是整个乌东地区都是在我们如果以围棋来讲的话，都已经彻底的被包围了？哈尔科夫这边也在打哦。这个沃尔昌斯克在这个地方，就是上面那个红点。那在这种状况下，大家要知道，战争绝对不是说是慈善事业哈。这个打了就算，我如果说能够打赢了，我可以打到你无条件投降，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是，所以我一定打到你无条件投降。那现在乌克兰很惨到什么程度呢？他惨到库尔斯克那边大概所有部队，我相信一个都撤不出来了。以现在的我自己的分析判断，一个都撤不出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普京一定是彻底把你乌东整个打下来后，我们1月份等你当上总统以后，我们再来谈条件，到底要怎么样？因为都是我的市场，由我来叫价。现在是由普京来叫价，不是你川普那边叫价。是说你要怎么样，我就要答应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个普京也不是吃素的。是，所以另外来讲的话，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哈，现在这个报章有报道，乌克兰惨到什么程度？他们前线在做弹药交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弹药交易？什么是弹药交易？弹药交易就是因为乌克兰它是所有武器都是杂牌军队，就是北约支援给他，但是北约这些国家各自还是有私心的。比如说同样的炮弹来讲，战车炮弹来讲的话，英国的炮弹叫做膛线炮，它的炮弹是会旋转那种炮弹。然后美军的炮弹 M1 战车的是滑膛炮，这两种炮弹是不一样。那你往前面送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个部队要用什么炮弹？现在乱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滑膛炮送到给这个膛线炮，膛线炮送到滑膛炮，甚至于说是152公里的送给155公里。所以前线他所收到的炮弹，他不能用，它变成彼此要交换。这代表什么？就是后勤整个都乱掉了。当后勤整个都乱掉的话，这影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现在来讲的话，一定是普京的在喊价的市场。那川普大家不要认为说川普上来他就喊停就喊停，没那么容易的。就算是你不支援乌克兰来讲的话，普京也继续给你打到底，达到他所要的一个战略目标，他才会停手。是，好，请教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太空事业显然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早期 NASA 的东西都是自己做，对，那后来就开始就是找这些外包公司，那外包公司的品质看起来跟当年 NASA 好像不是在同一个水准的情况下，所以最近这几年可以屡屡看到 NASA 任务一直出一些问题哦。那这些太空人也是很可怜啊，在那边还要待到明年2月，对啊，那看他们瘦成这样也是很难过。而且你在太空待太久，其实你的骨质会流失，你整个人你回到地球上来，大概好一段时间连站都站不起来。讲实在话，这个都是他们身体必须要去承受的负担。回来可能还要复健哦。对，一定要复健，这个他们有很长一段的复健期，这个都是没办法的事情。是，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有心要在太空事业上重新振作的话，那恐怕就是要把大笔的预算投入，然后可能要加强对承包商的要求啊这些东西。那显然马斯克就是看准这个东西来，对，因为嗅到商机了。他目前在美国应该算是这一方面最有实力的人了。是，那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川普已经开了一个很糟的一个恶例，也就是他在跟泽伦斯基通话的时候，居然让马斯克插嘴。马斯克先跟他通过几句话，然后再回来。他像是国策顾问嘛？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角色。马斯克到底是什么角色？是，对啊，这真的很诡异哦。那何况川普现在虽然没有上任啊，他未来会委以马斯克什么样一个任务？那这两个人的蜜月期又有多久？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一些问题哦。因为马斯克也是个商人嘛，他要的也是他最大的利益。那他的利益会不会有一天跟川普产生冲突？对，这个就很难说哦。那至于川普到底想要怎么解决这个俄乌战争，虽然他现在把当时的竞选的顾问直接现在变成承包商了，对，我觉得也蛮惨的。那选完就变承包商了，降级降太多了。对啊，这个那但是问题是，现在看起来范斯提出来很可能就是川普他们的想法，是，也就是我设了一个缓冲区嘛，承认继承事实，也就俄罗斯占多少你就归他，就是这样。虽然名义上是没有割让领土这回事，但是实际上就是实力原则嘛，你俄罗斯占到了就归俄罗斯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达成一个停火嘛。但是问题是，
你说就算泽伦斯基被迫吞下去，普丁吞得下去吗？而且你要知道，川普一直强调说我不会出兵哦，对，所以这个缓冲区的维持是要谁来维持？他已经指明了就是要欧洲这些国家来维持哦。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如果是这些欧洲这些国家在缓冲区，这些国家都是北约国家，对，如果一旦在缓冲区发生什么冲突，那不就是北约直接对上俄罗斯？那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要爆发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中间问题实在太多，恐怕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出访秘鲁，13号要到秘鲁了，将更新自贸协定，因为将要参加到秘鲁参加 APEC 峰会，那将有400名有意投资基础建设跟技术的商界代表随团而行。那中国跟秘鲁呢，并且将更新至少可以增长贸易额50%的中秘自由贸易协定。那中国在秘鲁有大型的采矿跟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了像是这个前海深水港，也是美国所担忧的。那现在秘鲁呢也要喊当什么？当拉丁美洲的新加坡啊！中国耗资420亿，前海港呢将揭幕直通亚洲。货运时间将缩短2周。那11月14号呢，这个就要举行揭幕仪式了，将由习近平亲自主持。那秘鲁的总统呢也会出席。2018年的时候呢，川普第1任期因为美中局势紧张中国呢用巴西产品取代美国进口大豆。那秘鲁政府表示呢，第一个从前海港出发的到中国的货柜将会在这个巴西的冷冻肉。那现在呢，前海港的第1艘货轮就是来自中国了，其中包括第2艘也是中国，另外还包括香港，2艘来自香港，1艘来自中国了，都会从这个港口来做出发。好，那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呢，也产生那个国际政治局势的一个变动，现在欧洲要强化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合作了。这个是斯洛伐克的总理他说建议每个有恐华症的人都到中国去看看。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Keď som videl Čínu v roku 1999 a potom v roku 2007, tak to bol šok pre mňa, keď som videl ten obrovský vývoj. A keď vidím rok 2007 a rok 2024, ten šok je ešte väčší. Budem hovoriť iba o Slovensku. Odporúčam každému, kto trpí činofóbiou, aby využil možnosť, že už teraz nebudú víza na 15-dňové návštevy Číny. A letel do Číny a zistil, čo sa v tejto krajine deje. Ja nemôžem nič iné. 好，这段画面呢是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接受中国大陆央视的专访那其实呢，他在11月初的时候也有见到习近平，还出席了上海的进博会，而且谈的是强化电动车的合作，甚至他也到了合肥去考察国轩高科，那甚至呢还询问了电池的包成组方式，还另外固态电池的技术优势等等。那他也到了包括像是这个奇瑞啦、江淮啊、长安、吉利这些等等地方去看这些新能源的车型。那欧洲的汽车零件巨头在上海的进博会表态，挺中汽在海外设厂。那欧洲的企业的出席的情况令人受瞩目，包括像是这个宝雅、奔驰、大众等一众这些重车巨头呢陆续亮相。那这些巨头通通到场之后呢，他们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战场这个关注的眼神从西到东的战略转移，把资源重心呢逐渐转向到亚洲，尤其是向中国来做倾斜，这是欧洲企业目前的风向。那我们知道进博会现在不断展现一些黑科技现在澳洲呢也搭上了进博快车。那这个是对岸的新华网报道的，这个黑科技到全球首发。进博会为啥新面孔不断呢？因为现在正在举行第7届的这个进博会上呢，有多达400多项的新产品跟服务新亮相，甚至在日本百年企业序化成为这个把会展上最耀眼的位置了，给一款汽车，里面装了不少来自中国首展的黑科技，比如说像司机乘客上方就能够放置一个大概指甲。这种指甲大小的一个小方块那其实呢是毫米波雷达收发器它里面可以监测什么？可以监测车内的生命体是否有存在呼吸跟心跳等等，就大概就指甲这样大小在车内它就可以监测你是否有呼吸跟心跳等等再来，就连这个记者他看到那样黑科技哇，也觉得非常讶异我们看看这段画面。 I'd like to make a bag with the CIE like this.
Now I'll make the bag on the machine using magnets. Now we can choose the font for the bag, CIIE. I can also choose the colors of the letters. So now we are starting the embroidering process. So as you can see, the machine is going very fast, and the maximum speed of the needle and the thread can reach 1,000 stitches per minute. Look, it took less than 5 minutes to complete it. 这科技的脚步呢，真是让人越来越压抑。只有5分钟而已呢，就用机器可以绣包了。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澳洲的酪梨哦，作为暂未获得中国意检核准进入的农产品，那这批酪梨呢，也受益于目前进博会的特殊审批的政策，搭上进博快车，顺利入境参展，首展呢就签下了2亿美元的大单。好，我们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 APEC 情况？对，我想这次 APEC 啊，可能就是说，主办国跟大陆的关系哈，可能会被这个前开港的这个开幕哈，把它整个把 APEC 的光芒都遮掩住了。因为这个前开港是秘鲁这个最大的一个公共工程了，最近几年啊，那它的是在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向下啊，中国大陆哈。那么给予资金、技术哈，这个协助建成的，而且建造速度非常快。秘鲁的总统事实上2个月前也到了北京，他也特别哈，希望加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可是你要加强关系的话，你要有所谓的这种基础建设啊，交通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前海港这个开始使用以后，我想中国跟秘鲁的关系会更大的往前走。秘鲁这个国家，它的矿产的这个蕴藏量全世界第7位，是什么都有啊，而且都是很关键性的，比如说铜啊、铅啊、锌啊、金啊、银啊，储藏量都很丰富。那这些都是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很需要的一些原料。那除此之外，这个秘鲁的南部跟这个智利的北部接壤，智利北部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铜矿，是我自己本身去看过那个铜矿。你有去看过？我有去看过，哇，真的是庞然巨物啊，是哇，非常大的一个矿场啊。那最近那个秘鲁、智利跟玻利维亚的边界地方呢，在一个比较沙漠、比较这个那边就是有很多沙漠哈，发现全世界最大的锂矿的矿场，所以呢，就是说，光从就是说原料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些运输最需要有好的港口设施。是，那这个前海港，我想将来会扮演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中国大陆跟南美洲不只是秘鲁，包括玻利维亚，因为它是内陆国，它没有出海口，然后还有智利北部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好货物的一个好运输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习近平去的话，他也会看到他多年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布局哈，这个还有就是说对中国大陆哈所谓的就是说啊这个矿产的供给的安全性哈来讲的话，这是很重要走出来一步。当然对美国人来讲，美国人只要中国大陆在外面有一点成就，他都是抱以这种怀疑之心啦。我觉得说啊，什么将来啊，只要港口就可能变成军港，只要是这个机场，将来就可以变成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每天就在那边拆的有点无聊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即使海军再强，也不会把这个前海港当做它的军事基地。人家这商业的东西而已。对，这是纯商业考量，这个商业的这个重要性极为重大。那军事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又没有领土野心。又不想称霸世界，是那像美国那样搞劳民伤财嘛？美国搞了800多个国在海外搞了800多个军事基地，让它的军事预算是全世界比第2高的高了多少倍啊？它的2、3、4、5、6、7、8、9、10加起来都没有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高，那也是造成今天美国国力下降的很重要原因啊。是对穷兵黩武的国家，他会照顾老百姓的民生吗？他的经济会发展吗？所以我觉得美国用他的想法去想中国大陆我觉得确实是没有那个必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次大陆的进博会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大陆的一个进步。我印象中，那我小时候那时候中美刚开始建交的时候，在民国66年的时候，大概我读军校的时候，中美建交，是那时候大家就在想说，为什么美国要抛弃我们，跟中国大陆建交？那时候有一个学者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家美国去大陆14亿人口，每个人买他一瓶可口可乐，你看他可以赚多少？一天就赚14亿啊！对啊，就卖了14亿一瓶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来讲，大陆的经济水准已经不是买可口可乐了，他买了酪梨，是不是更好酪梨？所以你看现在来讲的话，他要的东西已经不是所谓的这种就是低端的产品，他已经消费能力可以到高端的产品。所以我想说，这次的上海进博会包括各国的这种都想办法去推销最新的东西。当然，大陆来讲，他们自己厂商也会推销出去。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台湾来讲，我自己想想看，你怎么跟大陆竞争？我刚刚看到这个刺绣那个包，那个很厉害呢。对，问题是说台湾你有没有市场？是对不对？台湾它这么速度这么快的东西，问题是说它这个成本到台湾如果说来卖的话，不见得可以卖得很好的一个价格，因为它自己本身维修或干什么还是要有工人。那你台湾有多少？也不过就是2300万人嘛。是，所以你跟大陆14亿人口来比的话，它就有那个市场，它有这么多人，而且它消费得起、买得起这种比较这个刺绣这种玩意。对，我们台湾不见得买得起，因为刺绣这种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但生活必需品来讲有很多了，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酪梨，包括现在来讲的话。更高阶的，包括汽车。其实我有一次看到大陆有一个产品，它是什么咖啡机，你知道？我们台湾我们现在经常去看星巴克或者是 7 买那个咖啡来讲，它大概一次只能做1杯。我看过大陆，它一次可以做10杯，一排这样做啊，一排这样做，厉害，然后一下做出来。我说那你怎么不到台湾来这个推销这个东西？他说你们台湾没有市场。为什么你不可能说一口气有人要订10杯的咖啡？那我何必派一组工人或干嘛在那边保持这种维修，对不对？你台湾大概一次顶多就是1杯咖啡，但是大陆他们会不会一口气买10杯？他们经常一口气就买10杯，因为他就人口这么多嘛，可能是买100杯，然后分10杯10杯装。对，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进博会其实当然跟这个珠海的航空展来讲，一边是这个两边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的行为。这个珠海航空展，我们可以看出是一种武器的这种市场在买卖。那进博会可以看出来是一种民生的东西在这边做买卖。那我相信来讲的话，这次进博会一定引起各方的国家的这种注意，也会去关心关注了。那我们要讲说是这个斯洛伐克不是一个大国，只是一个小国，只有500多万人口。但是斯洛伐克、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可以说是北约国家的反骨仔他们跟这个北约国家不见得能够配合，可是他们就比较偏向于中国。为什么？我家国家小，我经济实力比较弱，我必须要生存，我必须要有好的生意，所以现实问题他会这个跟中国来做这个电动汽车或各方面的方方面面合作。我觉得这是中国进入欧洲的一个踏板，在这个地方就斯洛伐克、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这几个国家。是，好，请教彬哥。我是觉得就是大陆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我除了军事很稳定的增强自己的实力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拓展当中。他在全世界各地，不管他推的是一带一路也好，或是跟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合作也好，他目的就是要不断的跟世界各国做生意、做朋友，然后协助他们的一些基础建设，然后扩大自己在世界经济上面的版图。所以这跟美国其实走向有点不太一样。你看，美国在全世界有900多个军事基地，中国大陆才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并不想要在军事上面，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去跟美国争霸。我觉得美国想错了。中国大陆要的就是至少现在保持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它拥有一定的优势。是，那其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他知道他不可能花这么多的力量去跟美国做军事上的斗争，还不如在经济上求自己稳定的进步。所以美国如果一直以为中国大陆想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大陆跟他做军事竞争，我觉得美国的战略根本想错方向。那中国大陆，我觉得它厉害在哪里？过去我们都会认为说大陆的东西就是仿冒品，就是只是价钱很便宜，山寨品这样。对，山寨这些东西，现在还是吗？你看现在有多少新奇的东西，多少新的科技是中国大陆提供出来，是他们的新的设计，其实都是让你叹为观止的东西。你还印象如果对中国大陆还是停留在它过去只是一个山寨大国，那你就完全搞错方向。可是很遗憾的是，到现在我知道台湾还很多人这样认为。
川普现在呢已经确认当选了，那到底人事方面怎么样安排，就会是大家最想知道的。眼下呢，他13号就即将要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也就是白宫这边来跟拜登会晤，两个人在选后认识一下，其实上次早就已经认识了啦，做个交接嘛。以前是他交给他，现在变他再交回给他。好，反正呢，川普这一次回去肯定满满的新闻版面。到底呢，他现在下一个任命的会是谁？在宾语之后，他现在讲了，内部的人宣布，川普讲不会要这2个人入阁，一个呢就是蔡政府很熟悉的 Pompeo， 说不会让他入阁；另一个呢，则是在初选的时候也是杀到见底的海莉，说不会让他入阁。当然呢，他讲话一定是面子要做给对方嘛，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他们为国家所做的服务。但是呢，他的老朋友就直接讲了，那是因为呢，他们是新保守派，对于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并不好。五角大厦的部分，先前也传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名单，好，包括了这个参议员Tom Cotton 先前也说有可能有机会，现在被说也出局了。那有可能是谁 ？Pompeo 不是出局了嘛？那就不行了。传出一个鹰派老将，这个人呢叫做罗杰斯，好 ，Rogers， 他呢其实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众议员。那现在呢说可能是最大的黑马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根本跟川普没那么熟，但是因为呢他是鹰派，而且他其实现在呢在众议院里面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呢有可能会由他来出任国防部长。就说2个人很多部分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太空军的部分，他们都希望从太空的层面，就是更厉害、更高端的层面来防卫美国的这个国安安全。川普现在呢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案件嘛，那选上了，势必他在就任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保护伞。那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呢？法官说他现在已经要撤销这些案件的审理期限了。换句话说，这个东西现在就搁置下来了。川普之后确实也许啦，就是开始掌握了参众以及他自己的整个主政大权，地方上头有很多也都是共和党的势力，之后有没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驱逐，而且呢，这一波甚至也让加拿大旁边的邻国都高度戒备，因为他要把这些非法移民给赶走，就怕这一些人会外溢出去。那加拿大这边呢，他们将会密切的关注美国边界的发展，而其他的各国也开始要做准备了。英国讲的讲法是要把国防开支提升到2.5%，不用等你讲，我自己先升，好不好？这个诚意的问题，新关税呢也会牵动到全球的神经。毕竟啦，现在他很有可能会再找他之前的这个关税老师傅回锅，再来当他们的贸易关税等等的这些代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涨价势在必行。iPhone 有可能呢，在美国就因为很多的零组件它是从国外进口的，那或者是它根本在国外制造组装的，如此一来，到美国的售价应该会涨大概是$300，也就是相当台币近10000元左右。那用户一定会造成影响。川普现在还没有开始上任，但是呢，川普当选后的效应陆陆续续在发生当中。中方这边他持续的在做准备，就是川普一上来可能会有很多事情，那我现在先把自己的盟友抠个礼拜，包括了秘鲁 APEC 即将要举行，习近平现在访秘鲁呢，要更新这自贸协定，有400个企业是跟着他一起去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做国事访问，也包括了秦海港呢这边即将就要来成型，所以呢，两国之间的贸易说至少会成长有50%左右。至于意大利总统呢，现在来到中方访问，李强跟他见面的时候也强调，双方呢要好好的来发展推动中欧关系，大家投资做生意要的就是互赢互利。至于欧盟的驻中国大使呢，则直接讲了，我们不希望跟中国打贸易战。好，眼下呢，其实欧盟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课蛮高的一个税金。那之后呢，不想打贸易战，是不是表示川普现在当选了，跟中方这边关系要重新定位？重新思考，请教一下尤米老师，您怎么样来看？传出川普呢，现在要即将去会晤拜登，两方已经要进行交接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哈，就等于是说双方尽管是相互
敌视对方，仇视对方。可是这个和平的政权转移，那这个对美国的政治呢，大家总是松了一口气。那罗杰斯这个可能会做川普的国防部长，其实现在还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就是他是众议员，他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不是国防外交。那他很支持太空军，而且他本来是支持要军援乌克兰，但是做了主席之后呢，开始在转变。就开始比较就觉得毫无限制的这个援助呢是有问题，所以慢慢的跟川普的立场很接近。可是呢，要取决于共和党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众议院有多数，否则少了他一个人会少了这个投票。是。那我是觉得他把庞培奥跟这个海利在推特上面直接写出来，这其实是很糟糕、很不尊重他们的。你不用就不用嘛，对不对？我不会用你。那底下讲的一些话都是废话，我不会用你们两个人。海利他是很讨厌，因为跟他一起竞选过，而且他说过他不会用他。庞培奥的这个东西让我们台湾民进党这边很多人好失望哦，因为庞培奥来过台湾好多次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讯息，也就是类似这种 newcon 新保守主义共和党的一些建制派的人他不会用，所以川普现在是川普党，不是共和党。他要把共和党转变为川普党，那什么叫川普主义？是我跟大家分析5个重点，重经济、重军事、实力外交，还有呢避免战争。第5个，遏制中国。重经济，这个是他的核心，他当选的理由。重军事，这个是他一直都很强调的。所以呢，他要一些同盟国，你要付这些美国的一个驻军的费用，然后呢，实力外交，也就是他不跟你客气的，这是一种强权的这种外交的手段，而且他不会分对象，他对这个盟邦也是，对这个对手也是。然后呢，这个是所谓的避免战争，这个他讲得很清楚，川普不喜欢战争，至少那种无止境的战争呢，他绝对不会跳到里面去。遏制中国，这是他川普主义里面很重要一个内涵。我觉得这5个东西都会再深化、再加强。那中国怎么因应呢？其实我看了一个讯息很有趣味，在美国大选投票前开幕的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他做的致辞，他里面谈到了几个概念扩大开放、单边开放、制度性开放。扩大开放我们了解，然后呢，制度性开放我们也知道。所以，当美国开始在走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时候，中国在走开放、支持自由贸易，这有点这个角色对调，你有没有觉得？好像70年代美国作为霸主支持自由贸易的，现在中国在做，美国在那边把这个围墙给竖起来。但有个概念叫单边开放，各位现在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大陆现在单边的对一些免签，那个不是过境免签过境免签不一样。过境免签就是你要到第3国去，然后呢，你可以在中国停144个小时。而他这个免签呢是放15天，也就是我都单方面就放你免签。那亚洲这边呢就是韩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或者东南亚一些国家也会纳进来。那欧洲也有很多的国家，但这个观光是一个项目而已。它最重要的是这些投资，最重要的是这些贸易。它现在我感觉大概对这些这个已开发国家欧洲国家可能还不是那么重要，它对这些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单边开放，也就是它的市场，然后你可以进来，这又好像重复在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的角色，以美国的市场作为国际的公共财，让你进来，甚至还帮助你，然后给你一些更低的优惠的关税，然后呢，当你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呢，再让你缴正常的关税。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局势我们要从比较大的这个角度来看，而且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对比，2大强权的竞争其实才开始。是，请教一下左老师会怎么分析？好，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部长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在第一任的川普
任内哦，他的国防部长的这个稳定度是比较高，因为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底下这个内阁官员流动很频繁，可是呢，偏偏国防部长他就是用了2位半。为什么说2位半呢？因为第3位呢，其实最后是在这个选举以后，就是2020年投票以后才换的。那他就换句话说，他在现在选择一位国防部长，如果按照他第一任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他会非常的慎重，因为他可能是一个他会比较稳定的一个伙伴哈。那所以你看这个Mike 这个Rogers 跟 Mike 这个 Watts 现在有2个这个候选人，有2个爆出来的嘛。我觉得比较这2个，我倒觉得 Mike Watts 的可能性说不定还高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然 Mike Rogers 他过去跟川普没有那么 close， 但他也没有反川普啦。那只是说他的在乌克兰的立场上跟川普比较不一样。他跟川普能够相互呼应的，主要还是他的保守价值，包括对于在军队里头的堕胎的这个权，还有在军队里头这种所谓的多元性。这个都是保守派这一次选举非常反感的事情。那他基本上在这个问题是跟保守派是站在一起的。可是呢，对于乌克兰问题，他过去不是这样看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他跟川普没有真的那么好了。那为什么我讲的这个 Mike Watts， 他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众议员，是，可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哈，他原来他的选区就是原来这个佛罗里达州州长 DeSantis 的选区，但是在去年美国总统这个大选，就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开始起跑的时候，他公开站出来挺川普。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因为就是 DeSantis 选区的这个众议员出来挺川普。那当然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是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挺川普。所以我认为，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川普的第2任忠诚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然后他又是一个很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待1年半、2年这样子的一个官员，那我觉得这个 Watts 的可能性说不定高一些了。当然我们不晓得，因为川普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完全不可预测，所以我们只能说照这个2个标准，一个是他的这个任期，他可能的任期，一个是他重视忠诚这件事来讲，那我觉得 Watts 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哈。但整体来讲，川普下一任这个国防部长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拜登任内，很多人就在谈说，美国要重振它的军工产业，说美国的军工产业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工产业，它没有办法支撑美国在全球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美国这个海军军舰的数目现在已经落后中国大陆快到100艘。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美国要改变，这个国防部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以后国防部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发包中心呢。那这个里头牵涉到多大的庞大的这种商机啊！那我觉得以川普跟企业界的这种关系，包括他自己出身企业界，加上又有一个马斯克，那我觉得国防部长这个角色非常非常关键。是，请教一下江司令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川普这未来4年呢，在国防军事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太空战略。太空，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一阵子大家知道那个女太空人 Williams， 她上去的时候，现在她上去已经5个月了，本来待8天或者要待8个月，那现在5个月，还有3个月才能回来，因为波音的星际飞船呐、导致出问题，没办法把它接它，那要派伊隆马斯克龙飞船明年2月才升空去接它。你看那个女的瘦成皮包骨，对不对？她64公斤啊，现在只剩下53公斤，瘦成那个样子，老得好快啊！你看那个整个脸颊是凹陷，没办法接啊。那现在伊隆马斯克是搞火箭的嘛，伊隆马斯克来了嘛，加入川普团队了嘛，将来就是搞太空战略。你看看，太空绝对是他的重点。将来不是只是光是龙飞船，波音公司也要这个重整旗鼓，我们讲新建计划都要大力。所以将来美国跟中国大陆啊的争霸的空间哦是在太空。那伊隆马斯克进来了，那伊隆马斯克会要到更多的这个太空的预算，因为川普当选，我看最大的功臣就是伊隆马斯克啊，所以他在这个当选的这个演说当中提了11次伊隆马斯克，谁能够提那么多啊？你只是一个当选感言而已，就提了11次，所以伊隆马斯克偏偏他是玩火箭的，那太空战略啊，在这一方面，这拜登这4年落后了，所以这个不管这个新建计划遭遇到的这些障碍，可能要靠伊隆马斯克来助阵，然后让美国的太空战略啊
在这4年当中哦，才能够重回过去的这个光荣的，我们讲这种荣光。好，因为呢，他就在他的当选感言的时候，不断的验啊，都一直在讲马斯克啦，甚至连他打电话给泽伦斯基，马斯克也在旁边，还可以跟泽伦斯基讲电话。所以呢，很明确的，马斯克他其实呢一直以来在俄乌战争他有他的立场。现在这一位川普的幕僚叫做兰萨，他其实讲得更白了。针对俄乌战怎么做？他说，基本上首要任务就是乌克兰和平，不是帮你夺回失土，我们是希望停战。好，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我们要的是停止杀戮，这话不是说的超级清楚了吗？好，现在呢，到底是不是要让他放弃克里米亚了？他们的团队澄清说，哎呀，没有啦，不代表我们的立场啦。但是呢，他们只是我们的承包商。但是当你听到了泽伦斯基讲电话的时候，也跟马斯克一起讲电话。有些时候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话不好说得太明白。欧盟外长呢，现在是承诺了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说反正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是我们一定会挺你的。但是欧盟里面有不同的意见，譬如斯洛伐克的总理，听听他怎么说。Ukrajinu podporiť, ak má nejaké ambície. Ak má ambície Ukrajina vstúpiť do Európskej únie, treba to podporiť. Ale pokiaľ ide o NATO, tak vstup Ukrajiny do NATO považujem akurát tak dobrý na začiatok 3. svetovej vojny. 好，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从自身的立场来出发。那对于川普来说，现在呢，基本上他应该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战争给 hold 住的。但是呢，普京现在打得正顺呢，而且呢，还得到了朝鲜的帮助，两方呢签署了防务的合作协议，而且现在是共同防御条款。换句话说，你惹我就等于惹小老弟，惹小老弟等于惹大哥。好，已经是肩并肩背靠背了。北约现在呢，也开始找了他们的印太盟友，说朝鲜这样子啊，会助长了俄罗斯的野心。其实也不是只有说助长俄罗斯野心，他们也担心这个金正恩小老弟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又俩拱起来。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乌克兰总司令讲说，其实啊，他认为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力优势了。朝鲜兵呢，现在让乌克兰这一边面对的是在北方的一些攻势，而在俄罗斯的部分已经可以从北方再抽回来到东边这一边来，所以红军城还有库拉霍韦方向全力的上下并攻，就是希望把红军城先拿下来。甚至呢，新的武器也出来了，包括了滑翔炸弹，它的射程呢说可以达到120公里，那等于呢它准确性会更高一些些，炸弹是有到600公斤，杀伤力同样是有的。经济学人就直接讲了，面对于人有了，战力有了，设备有了，你知道吗？前线的乌克兰军其实逃兵的比例已经达到20%。不是嘛？傻傻在那边还不赶快跑吗？如果说已经不会赢的话，是不是确实在前线的士气真的没有办法激励他们？川普为什么不挺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不会赢。那拜登不能不挺啊，因为如果不挺的话，不就代表你前面讲的全部都是错的吗？所以他们现在希望做到的是，至少你等我交接吧，加速的把军援送到乌克兰，说500多枚的飞弹，几个星期内就会到位了。那当中呢，防空系统其实库存这一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就不知道当拜登离开了，川普进驻了乌克兰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现在川普的这一位说是幕僚，但是呢，他们团队说是承包商，很明确的说，首要任务其实只是要和平，不是要帮忙你拿失土。你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对欧洲的影响，我觉得大于对亚洲的冲击。对，在亚洲我们没有那么的紧张。最多大家觉得可能会不会碰到关税问题？日本、韩国觉得大概要多付一点这个军费。那中国大陆当然就准备了，你遏制中国是不是有川普2.0？反正已经都搞了7年了，对不对？但欧洲是什么？3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是关税，美欧之间的关税战争，这是个从冷战的时候就打到现在的那第三个呢？
那就是北约，到底怎么办？好，那所以这个欧盟的这个国防执委，他都说欧洲的安全不应该这个被哪一个总统，美国总统来决定啊，这个当然讲大话。马克宏呢，法国的总统最近就说，我们欧洲要自主，我们欧洲还是可以改写历史、主导历史的。好，你最好不要写历史。你从1648年到了1945年，400年期间，你怎么写的国际的历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不对？占领、剥削、战争。哦，所以欧洲写历史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那现在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去主导写历史哈。那意大利的梅洛尼就讲得很务实了，是他说我们欧洲应该把自己先整顿好，这个讲得很对，但怎么整顿呢？俄乌战争怎么整顿？大家外交部长聚了一起，还是说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好，那现在乌克兰的问题就刚刚讲的咯，不是帮你去争回失土，川普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好，那不只是克里米亚，现在被占领的这个乌东地区，川普都没有意识要帮你争回来，因为那个会打得无止境的战争。我刚刚讲嘛，川普主义的5大项嘛，强经济、强军事，然后呢，这个实力外交，避免战争，遏制中国。那这个避免战争是川普主义的一个核心。那尤其马上看到的就是针对俄乌战争。那他讲啊，他说他会在24小时之内啊结束俄乌战争。其实我们现在放宽一点讲，就是他上任之后的24小时，距离现在还有2个多月哦。要达到所谓的结束战争，那当然不可能签任何的和平协议，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停战停火。所以他上来之后，是不是能够很快啊？也不一定24小时，很快的能够停战停火。所以现在俄乌啊，尤其俄罗斯这边就很清楚了，我还有2个多月可以打，我就尽全力打，对不对？打到后来把那个停火线或停战线就继续的往乌克兰这边推，那乌克兰这边也知道川普后面不会再给他武器了，现在赶快多给的武器以及口头上给的支持，也没有办法阻止乌克兰军队继续的逃亡了。所以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就等马上要进入到冬天了，战争也不会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就是等于是看看时间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呢，怎么样达到停火跟停战。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俄乌战争的这个发展对川普主义会是第一个测试。他能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你不要真的苛求给他24个小时了，那短时间之内达到停火停战。那至于未来俄乌之间怎么处理、怎么谈判、怎么达成这种就是一个协议，我觉得那个需要更长的外交的时间。所以俄乌战争的冲突跟它后续的影响不会那么快结束。第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会继续在那边好几年。那这个对川普而言他无所谓，但是呢，对欧洲而言呢，他怎么去面对俄乌战争停火之后，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所谓意大利总理讲的，把自己整顿好，经济、能源、北约，这个接下来一项一项都必须去跟川普去谈。那我是觉得，这个现在欧洲啊面临到的问题远高于我们现在亚洲面临到的川普主义的冲击。而且也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美国不愿意再给军援之后，欧盟以及欧洲他们现在现有的经济状况，确实你也很难直接一直在支撑下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内部需要消化就包括了你承认你先前所做的一些决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预期目标，如何认错，如何修正，如何改正，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可能对于各国的领导人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刚刚讲到俄乌战争，现在短期内很难完全解决，但是先停火来说呢，在此之前，乌克兰先挺过，到底俄罗斯现在要怎么样轰炸它？请教司令。我认为现在这个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已经走入战略彷徨了。因为只要川普当选了，他现在川普没有像拜登总统那么的对泽伦斯基在这一方面做战略的支持，这个可以预想而知。所以泽伦斯基现在也只能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
也只能这个样，不然怎么办呢？那如果继续打下去，打到明年2月，因为打到1月20号，川普上任嘛，是，那你还有2个月嘞，那2个月的话，会丢掉更多土地哦。你现在停的话，可以少丢掉500到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哦，你现在停，再打到那个时候，再打到那时候又要丢掉500到1000平方公里，那很大每一寸土地都是很珍贵的，对乌克兰来说，那又要再丢掉。那现在要不要停？现在逃兵那么严重，招兵已经不简单了，逃兵25%，5个人就有一个逃兵跑掉，我不要打了，就跑掉了，那怎么办？那没有人可以打仗，他不要打仗了。那现在泽连斯基要硬要咱们继续打下去，所以泽连斯基的战略期望值太高，战略期望，但是他战略能力很低。你要匹配啊，你的期望那么高，但是你战略能力你要相互匹配才可以啊。他就落差太大，战略能力非常有限，经济能力、经济底子也不够。所以在这个状况，这个泽连斯基自从川普当选之后，我认为他要好好的要去思考他的将来的战略的出路要怎么样。如果因为他当初的战略误判，造成现在泽连斯基进入战略死角就是没办法，你要怎么样去突围出去？他现在想要孤注一掷，赶快把拜登给他的这500枚的飞弹赶快去使用，来发挥火力来取代人力，因为人力已经不够了。但是500枚的飞弹马上就会用尽啊，那怎么办呢？后面就没有了嘞。要想到这一点呢，不能说只吃这一顿呢，你要想到进了这一村，你要不要下一店？要去想到这一方面呢。所以他认为在这一方面他已经进入战略彷徨，因为越早停战越好，因为这个乌克兰到最后面呢，也只能割地求和。我们不要讲割地投降啦，只能讲割地求和，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毕竟形势比人强，而且普丁他是很强势的，他一定要土地。那川普已经讲到了，川普已经讲出来了，你的计划，你的不是光复你的失土，不是收，你要务实。川普是走务实主义路线的，这很清楚。你的目的不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你打了2年多，越打丢越多，你想要去光复，结果不可能。所以我们来看呢，这个川普当选对泽连斯基，尤其对乌克兰整个战略的走向是不利的。好，其实必须理解啊，战争讲到最后，当然就是实力原则了。如果现在呢，在普京他不可能会停的情况之下，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先主动的喊卡？目前看起来机会也不大。那会如何做结？等等，邀请左老师帮我们做总结。受到川普影响，诚如刚刚杨老师所说，最大的最感觉到严重的地方，应该就是欧洲了。特别是怎么解决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现在这个有一个人在欧洲是最开心的，当然就是川普的盟友，匈牙利的这个总理欧本。那他已经说了，在选前就说了，假如川普当选的话，他要开几瓶香槟来庆祝。然后呢，刚好匈牙利现在又是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然后大家都到他那边去开会，所以他真的应该是要开香槟来庆祝了。那现在对于这个欧洲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支持乌克兰的德国跟法国都面临内部很大的挑战。法国在这个国会改选之后呢，马克龙等于是跛脚了，因为他任命了一个新的比较右派的这个总理，然后他现在要这个通过预算就非常不容易。那